行业内卷的背景和中年危机的现实，让我们不得不一再透支身体健康，但这种透支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猝死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？首个全球范围内的过劳分析报告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估计，超时工作在2016年让39.8万人死于中风，34.7万人死于心脏病，过劳死的人数占到死亡人口总数的 4.9%。超时工作导致的疾病负担约占所有工作相关疾病负担的1/3。可以说，超时工作是最大的职业病风险之一。据估算，每周工作55个小时以上的人，患中风的风险会增加 35%， 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上升 17%。世界卫生组织环境、气候变化与健康司司长玛利亚内拉博士指出，每周工作55小时或以上会严重危害健康。是时候让我们所有人认识到长时间工作可能导致早亡的事实了。我国和欧美国家超时工作现状。统计显示，2017年我国有 42.2% 的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，其中制造业从业者的情况最为严重，接近 60% 的制造业从业者每天都在超时工作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7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，按照一周工作5天来算，平均每天要工作 9.2 个小时。2020年3月之前，英国员工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间为9个小时，美国员工为8个小时，加拿大员工为9小时。2021年1月以来，英、美和加拿大的员工每天登录在线时长平均达到11个小时。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是个什么状态？每周55小时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按照每周工作5天计算，那就相当于每天工作11个小时。目前我们建议通常使用8小时合法工作制度，也就是这些人每天都需要再多工作3个小时以上，一天一夜24小时，其中11个小时以上留给工作，剩下的只有不到13个小时。那么每天工作11个小时又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如果是早晨8点工作，中午留出1个小时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，直到晚上8点才能下班，也就是说工作超过11小时的人，几乎每天都看不到白天的太阳。我们都知道，保证足够的睡眠才能更好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一个成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保持在7到8个小时左右，那么24小时中去掉1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再减去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，就剩下5个小时。在这5个小时里，我们需要做包括起床、穿衣、刷牙、做早点、吃早点、洗碗、出门、等车、坐车、上班堵车、中午吃饭、下班堵车、买菜、做饭、洗碗、收拾屋子等等。真正留给我们运动、散步、娱乐、开心、快乐的时间还剩多少呢？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，我们就变成了一根上紧了的发条，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去，一直在奔波，没有时间暂停。仅是想象一下，窒息感已经扑面而来。有调查显示，80%的企业存在加班现象，而许多农民工更是每天需要工作12到13个小时，多的甚至会达到13到16小时。劳动法规定，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。超出这个范围，那么从劳动法来说就已经是超时工作了。超时工作会带来哪些危害？超时劳动首先会造成过度疲劳，长时间处于持续工作状态下，人体得不到足够的休息，身心疲惫，免疫力低下，抵抗力降低，容易发生各种疾病。就拿体力劳动来说，超时劳动会对肌肉、四肢、骨骼、关节造成一定的影响，导致损伤、劳损、外伤，引起腰椎、脊椎、颈椎等骨科疾病的发生。有人认为现代人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前工作，坐着干活又不费什么力气，身体被损伤的机会很小，这种认知属于大错特错。长期伏案会增加颈椎病发生，久坐不运动会导致肥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、脂肪肝、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。而且对于久坐工作，尤其是脑力劳动工作的人，各种考核任务带来的长期精神压力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增加。正如我们前面计算出来的结果，一天24小时是有限的，分配给工作的时间多了，那么运动、休闲、逛街、看电影、吃饭、唱歌、旅行等各种休养生息、愉悦自我的时间相对肯定会缩小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，越超时工作，越面临疾病风险，越没有时间健康快乐，越没法健康生活，身心健康岌岌可危，到处都有留给疾病钻空子的漏洞。
5. 身体出现这些警报，说明身体已不堪重负。如果超时工作的你看到这里，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否已经出现以下情况：脖子疼、腰疼、昏昏沉沉、反应迟钝、记忆力下降、力不从心、胸闷憋气、头疼、头晕、心前区疼痛、走路偏斜、四肢力量不对等等。如果有，一定要及时就诊。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判断，就是如果之前活动、运动后没有不适，最近却发现在活动和运动后出现各种不适或不能耐受的表现，那就说明身体在报警，而且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在报警。目前，我们国家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，患有高血压的比例为 27.5%， 患糖尿病的比例为 11.2%， 高胆固醇血症为 8.8%， 而三高是心脑血管疾病最大的高危因素。三高来的时候往往不打招呼，所以我们应该去主动监测血压、血糖、血脂，尤其是超时工作、肥胖、有家族病史的人更应该监测。对于三高一定要早发现、早控制，同时改善工作状态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6.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生活是一种态度和过程，不管是996还是007。还是现在我们说的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，我们大部分人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生活，为了更好的生活。但不管是好的生活还是不好的生活，生活的基础是健康，没有健康，一切都将化为泡影。工作需要努力，需要认真，需要用心，但日子也得一天天过。寄希望于通过长时间工作换来富足的生活的美好梦想，会因为疾病风险的大大提升而破碎，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甚至是猝死风险的增加。稍微放慢脚步，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，但到了休息的时间也要适时抽离，多一点时间自我疏解，陪伴家人，用心去体会和珍惜我们当下拥有的美好生活。与此同时，也希望社会上各界用人单位严格按照劳动法执行和安排工作，尽可能不要过度加班，员工健康，公司才能健康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关注或者长按点赞，非常感谢。